火力发电厂还是现在的主要的发电来源。所以事实上有一大部分的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去看一些什么新的能源，但是至少我们把眼光拉近一点点回来，我们看看说我们怎么改良我们的火力发电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这边介绍这个4个大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LEBS 啊，就是 Low Emission Boiler System， 改良我们的燃烧效果。这个燃烧效果在改良的过程里面，同时希望我们的 emission， 我们的排放物可以降低。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到说几个主要的排放物有哪些？哎呀，那个硫化物对不对？还有 PM， 还有 NOx， 这几个是常常在怎么样？在我们的发电系统里面会看到的 NOx 硫化物跟什么 PM。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样？高压流体化槽燃烧技术啊，pressurized fluid space combustion。它的2大的燃烧系统不一样，一个是什么？用燃烧的环境，就是一些物理环境来改变它。这是用一个什么环境的条件来改变它啊？等一下会讲。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IGCC 非常热门的气化负循环发电系统。那接下来是什么样？当然，涡轮机本身一个很重点。涡轮机你可以改良一个好的涡轮机，但是发电就可以差很多了。我们就从这4个方向。我们如果可以把我们的发电那个什么效率增加，第一个燃油减少，第二个 CO2 减量嘛。这个是什么？一举2得的嘛。因为你做火力发电 ，CO2 无可避免，所以燃油减少 ，CO2 自然就减量，就燃烧减少。所以呢，基本上比如说一般的那个燃煤的，我们希望它可以怎么样？可以提升到35%以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希望它的废热可以再利用。第三个，我们希望一般所谓的燃煤的单循环可以把它变成负循环。我们讲过，燃煤要变成负循环是有它的局限性，为什么？因为燃煤直接出来的产物气体是很脏、里面很多杂质的，甚至很多 ash 啊那个颗粒里面有。所以说你怎么样子做燃煤技术，而且可以让它负循环，这就是我们要用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提升技术的一个好。第一排放锅炉系统。那个什么概念很简单，我希望我燃烧可以超临界。大家还知道什么叫 super critical 吗？热力学里面讲什么叫做 critical point？ 临界点什么叫？就是怎么样？压力到某个强度，温度到某个强度，你会怎么样？哎，就没有什么多项了嘛。啊，没有什么多项有什么好处？你只要有项，就有潜热在里面。潜热就浪费掉了，你要气象变成液象，中间还会有潜热的损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环境里面，我们跟 homogeneous 不要有潜热在里面。你唯一达到这个地点，你就怎么样？把我的燃烧温度往上提嘛。它的重点就是个什么 ？supercritical steam cycle。现在一般的传统的发电厂，基本上它是在怎么样？带168，然后呢，它的温度是570度7。那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水的什么样？水的那个 critical point 是多少？是228。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压力提升，然后温度也提升。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什么样？我们的有效率了。所以他这边讲说，基本上现在是这样子。我们希望，如果说你以现在的那个传统方式的话，你是 non homogeneous mixture， 所以 water 跟 steam 是什么？都在一起。然后，如果我们可以，所以说你在做什么，在做锅炉的设计的时候，你就要把什么，要把水，还要把水跟什么蒸汽给分离。所以说锅炉设计上面的话，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需求。但是如果以上的话就没有了哈。所以说观念很简单，所以就是你有这个观念，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去做了。我们都是机械系的。当然，现在你没有经验，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有一天，你如果真的是需要去设计这种锅炉的时候，你就大概就知道说大概怎么做。看这个是发展，有没有？如果是这是 subcritical 的最高就是非常好的那个什么的那个系统，就42%。但是呢，你一直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压力提高啊，把这个压力提高，然后温度提高，你看往上走。这种锅炉系统有什么好处呢？当然，第一个，你只要有效率增加，我就燃烧就减少，燃烧减少的话，我就怎么样 ，CO2 就减量，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在做这种过程里面，基本上很
很多东西可以减少。就是你会讲说，那燃烧温度增加 ，NOx 不是应该增加吗？对不对？那当然你就是要做一些设计，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燃烧减少，或许你每次燃烧量的 NOx 会增加，但是你总燃烧量减少，所以总的 NOx 排放量也要减少。而你说那个 SO 这个二氧化硫或者这个硫化物为什么减少？其实都是有一些我们可以放一些石灰岩在里面燃烧，跟它一起燃烧，所以在燃烧过程的时候，我们的硫化物就会被石灰岩什么给吸收，所以它就不会反应，就不会排放到空气里面去啊。所以基本上这是第一个哈。刚才那个讲说，第一个我的物理环境，就是我的热力学环境改变，从 subcritical 变成 supercritical。第二种的话是怎么样？我直接从物理设计来，希望增加我的燃烧效率。所以这边有两，然后除了增加燃烧效率之外，我希望可以燃烧更干净的话，或许也可以做负循环，所以这边介绍两种技术，一种是什么？叫做刚才讲的叫那个什么高压流体化床技术，增加燃烧。那一种叫什么 IGCC， 希望把单循环的机组可以变成负循环的机组。什么叫做流体化床？流体化床其实这个流体化床，有没有听过？这个化工系的人念很多。我说会念流力的大概只有3个系的人，机械系念的很多，土木系念的很多，另外一个是化工系念的。化工系其实他们要做反应，所以呢，你如果只是比如说以前我们的什么样，以前我们的那个化油器啊，以前我们那个车子化油器怎么样？这边是油这边是空气，但是呢，现在是都用什么喷射引擎？为什么？你喷出来的东西表面积比较大嘛。那你要燃烧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要反应啊，你一边是燃料，一边是什么？一边是我的气体，那你怎么样让它充分的混合呢？你放了很多固体，那固体的话，下面有个气，让它固体悬浮在这个地方但是它不会悬浮在这个地方，它会跑来跑去，因为上面有其他气进来，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固体悬在空中里面这样混合，这样增加混合的那个什么的方式的话，你的燃烧化学反应就比较好。那这种东西放了很多 particle 在这个燃烧系统里，在这个整个作用系统里面，这是燃烧了，我们就叫什么？叫流体化床。流体化床的技术可以增加你燃烧效率，所以很多本来不太能烧的都可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焚化炉都是用这种技术，当然你要先把它那个垃圾要分离了。可燃的，然后有一些可燃的可以用在那个流体化床技术，所以我们很多焚化炉都是用这一种。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可以把它烧得比较干净的话，或许你就有除了第一个增加我的燃烧效率，第二个或许你可以用这个烧出来的气体直接推 gas turbine 气涡轮机的，就可以变成什么负循环，这是那个，你看这是一个整个那个流体化床的技术里面的发电厂，有没有？你的 air 这是 steam 就是外面这是水，外面这个是那个我的那个气然后这是空气从这边进来，所以进来之后的话，里面有很多那个煤跟 limestone 是石灰岩我们说石灰岩可以在里面先把硫化物给吸收起来，所以硫化物就不会产生氧化，然后排放到空气里面。在这里面，它基本上就是有这些 particle 在里面，然后基本上这边烧得很干净之后，当然这个是排放物出去的话，经过一个 cyclone， 大家知道 cyclone 嘛就是那种出去，然后因为它旋转，那旋转之后的话，因为重力的关系，够大的粒子就会在这个旁边聚集，然后就可以收集。那你排放出去外面的就只有是小于这个 cyclone 可以收集的粒径的大小，一般都是什么？比如说100 micron。好，那这边充分燃烧之后的话，外面的什么样水蒸气就被气化，就到什么样？到了气涡轮机里面来。那把蒸汽涡轮机里面来，蒸汽涡轮机就什么样？就转动就发电了。那发电之后就过来那如果有足够的 hot gas 的话，再回来这个地方，这边是气涡轮机然后呢，这是气涡轮机在这个地方，然后基本上你再有一些就经过加压之后再回来给它充当里面的 air， 那没有的话直接就往外流，所以基本上这是整个一个那个高压力化床它的发电厂的那个 layout这个下面还有很多就是排放物那种排放，比如说那种石灰岩的
那种残留的石灰岩跟氧化的，在这个地方收集。这个收集的话，还可以再还原再使用。你如果可以用刚才那种燃烧技术把整个技术提升的话，事实上蛮不错的啊。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叫 IGCC。IGCC 的话，其实用这个来看呢、用这个来看，这是一个传统的什么燃煤的，传统的这是一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这是一个传统的应该是讲说那个燃油的啦 ，combined cycle 啦，那个燃气的 combined cycle 的负循环。那负循环我们讲说这边是一个 compressor 嘛，这边是一个 turbine 嘛，这是一个 gas turbine 嘛。我的 fuel 我的那个燃料从这边进来，然后进来之后的话，经过 compressor， 然后在这边燃烧之后，经过 turbine 就发电了嘛。那发电这边就是这边的废气，再经过热传，然后变成水蒸气，一个 gas turbine 嘛，这是我们传统的 combined cycle 嘛，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所谓 IGCC 的意思就是什么 ？IGC 就是怎么样？多了这一块，这一块的话，你把我的燃料做前处理。前面的燃料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它必须是天然气或是比较纯的油，煤矿不行。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气化的过程，我就可以把它怎么样？把煤矿气化，这个时候可以把煤矿就直接弄到我这个 弄到这个负循环来。所以说它的重点是什么 ？IG 对不对？那个什么，然后 CC 本来是 combined cycle 嘛，所以从这边看你就知道说它有个什么好处。你现有的负循环你就可以用，你只要前面多了一个 phase， 多了一期，把它气化那个地方，你就可以马上跟现在的负循环系统使用。然后它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如果你这样子用来发电也 OK， 甚至做出来的气体不需要给它使用，我可以重新卖给别的地方，卖到什么地方去？卖到电池厂去，然后电池厂里面也需要一些那个煤气。好，所以 IGCC 的意思是说多了几个，把它前面的那个什么气化给它整合起来。好，所以说这边讲说基本上呢，那个你大部分都是怎么样？你可以 IGCC 大部分都是针对什么？对煤矿嘛，因为煤矿大家看了那么多，煤矿很便宜，而煤矿也那么多，所以我的煤是怎么样？先把它转换成一个什么？一个可燃烧的一氧化碳或是氢。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直接跟原来的负循环做整合，这个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 combined cycle 这样子。然后甚至我们讲说它那个另外一个 hybrid system 嘛，就是说另外的一个混合系统，可以跟什么？跟燃料电池合作。CEO 是吃什么？固态氧化燃料电池吃 CO 嘛。那种200-300度 C 的那个燃料电池可以吃 CO 嘛 ？H2 是什么样？说的大部分的燃料电池都是 SH2 嘛，尤其是那种低温的那种所以基本上你看，他这边讲说，你如果甚至跟燃料电池合作的话，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做60%。怎么跟燃料电池合作？你如果跟固态氧化燃料电池合作，固态氧化燃料电池的温度200多度，当然就是什么废热可以使用了。好 ，OK， 好，这就是 IGCC， 看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我们讲的第4个方向是怎么样？我的涡轮机好好设计啊。那涡轮机好好设计，当然这个设计有2大方向。我们讲过说，你涡轮机如果承受的温度越高，有效率越好嘛。好，那现在你怎么样？你的涡轮机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呢？所以另外除了材料这就是怎么样？你在做流场设计嘛。怎么样蛮冷却嘛？所以基本上这边就是把它大概讲一下就对了哈。那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对我们上次讲的那几种排放物，如果是吃临界一般我们 conventional 的那个的火力发电厂，如果你用超临界的，如果是你用那个 PLBC， 你用 IGCC 都可以减低，都是最起码都是少100就对了，都是减低我们的排放量哈。这个也是一样，基本上看一下对不对？它的有一些基本上它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有效率。现在呢比较先进的你没有40的话你就不要来讲了。现在我们希望的目标是在45，甚至希望可以到50以上，就是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发电厂的目标。这边有一个65的，看一下这是什么 ？IGFC 就是个什么？跟燃料电池合在一起叫 IGF fuel cell， 但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只看有效率，我们要看它发电规模。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说那个燃料电池那个什么效果很好，但是一颗燃料电池平均可以发几伏特？0.7伏特
那你要堆到我们的110伏特的，你要多少东西把它串联起来，才能到达我们一颗0.7伏特，然后要多少串联？看这个效率是一回事，但是你要看它功率，看它跟使用状况，跟它有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发电。